被拖进熔浆里了，不能再进了，太热了。发生砍断，保命要紧。不行，范哥，船头压左舷，避开熔烟，绞盘3秒1环，跟着浪头走，别把烂绳憋断。收到，船头压左舷。温度太高了，再撑一会儿就要报废了。出来了。我的天，这哪是一网渔获，这是把火鸡海的金山捞上来了。鱼鳃鲜活，鳞甲完整，顶级活货。我掌舵40年，只听过赤金渠的传说，今天总算见着了。这批货卖了，先把妈换肾的钱凑全，再给她换个安静点的病房，剩下的钱全部分给兄弟，不能让大伙跟着我受委屈。这次，谁也别想再让母亲在医院里等。小帆，是邱总。苏帆，这次货我看到了，把那些大货，还有赤鳍金枪、赤焰龙虾，全部放进冷库保存好，原封不动的运回来。谁敢私自处置，直接滚出南回港。邱万海，当初说好活海线我带队，捞到大货我分4成。我妈今天等着换肾用钱，你不能出尔反尔。4成？你配吗？所有设备都是我出的，你只是给我打工，也配跟我谈分成？别冲动，先看小帆怎么说。火海边线是我带着兄弟冒死闯出来的，刚才整船人都差点被拖进海底。废话少说，有危险也是你带队不利。4000块辛苦费，爱要不要？4000块，这一网少说上百万，4000连帆哥他妈一瓶药都不够。哼，嫌少别拿，回港后必须签个人过失声明，写明你私自偏离安全航线，所有损失由你承担，不签字1分钱都拿不到。明明是他催我们进火海线的，捞不到货还要扣我们奖金，凭什么黑锅让小帆背？他这不仅要吞掉我们的血汗钱，还要彻底毁掉小帆，让他在南鱼胆没有立足之地。要是签了字，我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海了。不签就别想在南鱼港混，只要我放话，整个南鱼坑没有一家敢收留你。你妈的病，你自己掂量。我以为这次能凑够钱给妈换肾，可他连我妈的救命钱都要抢，还要对我赶尽杀绝。邱万海，你吞我的分成可以，逼我背锅也罢，但这笔账我迟早要讨回来。整个南海港都要靠我吃饭，不听话就只能饿死。帆哥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抢走？阿姨还等着钱换肾呢。那可是小帆带着我们拼死捞上来的，凭什么让他全拿走？邱万海在南渔港根基太深，人脉资源全在手里，现在硬碰硬，吃亏的是咱们自己。我知道，先回港，这是他在我这吞下的最后一口肥肉，我不会再替他出海。以后我捞上来的每一只虾，每一条鱼，绝不会再进邱家的任何一个冷库。听清楚，周总只交代一句话：拿钱闭嘴走人。南归抗船长一抓一大把，不缺你一个。这纸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是你擅作主张改的行，责任你一个人背。4000块在桌上，签了字就是你的。别反抗，立刻签字，这黑锅我不背。邱总已经放话，谁敢收留苏凡，油冰朗库全给他断了。孩子，别愁，妈还能撑住。妈，这次好不容易等到肾源，我原本能凑够钱给您换肾的，可都被邱万海抢走了。没事儿，人穷志不短，咱家可以穷，但咱不向黑心人低头。孩子，把枕头下的那本日记本拿出来。你外公临终前交代过，苏家走海人真要被逼到绝路，就把这本日记本拿出来。都堰航海图，30年开启一次航道，3王同仓，富国3代。火鸡海分外缘、溶渊2层，原来今天捞的只是外缘的开门礼，溶渊深处才是真正的宝富。邱万海，你以为在南归港把我封杀就没有活路？可我手里攥着一整片火贼海。妈，您放心，邱万海欠我们的，我一定会亲手讨回来。以前我一到码头，他们就会叫我苏船长，如今都怕引火烧身，避之不及。苏先生，我们找到了新肾源，下午3点交不起手术费的话，你母亲只能继续等了。我知道了。肾源等不起，但也不能向邱万海低头。帆仔，邱万海放了话，谁敢给你借船供货，就彻底断了谁的路。我理解，叔还要养家糊口，你别怪叔，不怪您。本事再大又如何？得罪了邱总，就别想在南渔港混了。七叔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嗨，不过是替你说了2句公道话，就被邱万海赶出来了。是我连累您了。说什么傻话！我掌舵40年，不是给他邱万海当奴才的。哼，我也被辞了，嫌我帮你说话，态度有问题。帆哥，还有我，以后你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帆哥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小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？这是什么？杜彦图，苏望传的杜彦图。您知道他是当年唯一闯过火组核心还活着回来的测绘员，
当年你外公靠着这张图闯遍火脊全域，整个南壳港老一辈都听过他的名号。如果图是真的，那活极海肯定有一整条熔岩海货带，那我们岂不是要翻身了？翻身的前提是活着回来，活贼核心九死一生，所以我需要一艘能进活贼海的船。有，码头角落那停着一艘穿岩号老船，没人敢开。七叔，这船还能出海？怎么不能？别看它破，船体骨架结实，当年专为活极海打造的，只是电子系统老化，主体没问题。苏帆，这船太久没人用了，火极海凶险异常，老船去了太冒险。我心里有数，而且我也没退路，手续必须齐全。邱万海能封锁南渔港的码头、油库，却封不住整片火极海。我们出海全程手续齐全，守规矩，才不会被对方抓住把柄。苏帆，就凭这艘烂船也敢闯火极海？邱总说了，你擅自偏航造成的损失，邱家将持续追责。现在下跪认错，来我邱家库房搬货，每月还能给你3000。我妈的救命钱你都吞，现在还想继续羞辱我？没有邱家的油料冷库，你的货只会烂在海上。那就拭目以待，不靠你邱家分毫，我照样能把货卖出去。哼，这老船扛得住高温熔岩流吗？去火跟海怕是有去无回。今夜的潮汐、热风、流物流动全部契合，是闯火极外缘最佳窗口，也是唯一的机会。出发火极海，真正的大货还在等着我们。这里的风比外围更燥热，太不正常了。活水恒温舱勉强运转，满负荷最多支持15个小时。这穿岩号底子够硬，但进入火脊区一步都不能做错。再往南30海里，就是玄武岩水道，可是导航根本没显示。哼，邱万海有先进设备，要是能靠设备找到这条水道，早就抢先了。后退就是饿死，往前才有活路。帆哥，雷达失灵了，这片海磁场紊乱，信号全断了。火脊海底多熔岩矿脉，天然干扰电子设备，必须靠海图和老经验才能走。前面有大片浮石，差一点就撞上了。盲目航行迟早船毁人亡。不看雾，不看导航，只看浪纹和洋流走向，跟着红浪线走，浮石自会被暗流冲开。七叔，左满舵，贴着那条红浪线走。那边浪急，浪急才是唯一通道，暗流能推开浮石。帆哥，这也太窄了，稍微偏一点就撞岩了。别看两侧岩壁，视线死死盯住水面，跟着水线走。不好，前面是连片水下暗礁，看着是平整海面，底下全是尖刀一样的岩石。暗礁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？火脊海的暗礁全藏在赤浪底下，肉眼根本看不清。水深在跳，雷达彻底扫不准。白浪断处不可走，红线贴礁能过。七叔，贴左侧洪水凤航行，船速再降2成。别躲，直接碾过去。直接过，这只是松散碎石，一波壁就会撞上主暗礁。过了，我们真闯过来了。小帆，你外公这杜彦图果然名不虚传。外公留下的杜岩图是真的。后面有船，是邱家的快艇，他们居然敢跟进来。他们跟进来就知道水到了。他们进不来。有图纸尚且步步惊心，没图也敢硬闯，纯属拿命谈心。后面的人听着，前方是熔岩横流区，暗流密布，立刻停船折返。苏帆，你少装好心，把杜彦图交出来，不然别想离开这片海。话我提醒了，出事别怪我。救不救？报给连间救援，人可以救，邱万和的账另算。水温稳下来了，这地儿的海水温度真适合活鲜，要真出货，保活时间能翻倍。帆哥，声呐有动静，
不是一两个，是黑压压一片。小帆，这数量不对头，整片探测区全是回波，是一整群赤鳍金枪鱼。外延那一网只是开胃菜，能救母亲、撑起所有人生路的核心货，终于来了。原来活极海真正的鱼群藏在这片溶流之下。范哥，鱼群后头还有大家伙！开探照灯。小帆，这片活极海里恐怕不止赤鳍金枪鱼。下网。范哥，这么多赤鳍金枪鱼，这下咱们真能彻底翻身了。别高兴太早，火极海暗流吃人，先活命再谈赚钱。活水枪工况完好，能存住活鱼，但活极海海产娇贵，不能一次性塞满，只留成年成鱼、幼鱼、带子雌鱼全部放生。范哥都这节骨眼了还挑？我们靠活极海讨生活，不能把这片海的根掏空。今日竭泽而渔，明日无鱼可捕，这是跑海人代代守的规矩。说得好，这股心性随你外公苏望川。有货！这拉力也太大了，绞盘负荷逼近极限，再硬拽，轴瓦就要被高温磨毁。这才第一网，后面可怎么办？不是挂底，是底下活物借着溶流争力。蒋叔，船头向左微调，顺着浪势借力，别猛拽，3秒一歇，顺着溶流慢慢提。品相绝佳，鱼鳍完整，比外援那一网品质高出一大截。范哥，这扔下去的可全是钱啊！一时的钱财换不来长久生路。今天放归，往后活极海才会一直有收获。现在心疼，明年就会尽兴。第二网出宝贝了，又是赤焰龙虾。赤焰龙虾外壳脆，最怕磕碰，都轻点动作。这是我们自己的货，是我们拼着命换来的，这一回谁也抢不走。成熟赤鳍金枪鱼5条，体型均为上品。赤焰龙虾2只，按省城高端酒楼报价，这批货保守估值破100万。过100万，财不外露，外面全是邱万海的眼线。先把货护好，平安回港才算真赢。不好，循环泵被流渣海藻堵住了，舱内水流停滞，溶氧量飞速下降。水流停了，这些活货撑不住多久。外壳被高温焊死了，扳手都拧不动。范哥，管道里温度极高，会烫伤手的。这批货是我妈的治疗费，是兄弟们的活路，绝不能出事。小范，邱万海那伙人的快艇发求救信号了。之前还想着抢我们的杜彦图，现在落念了，想起我们了。火极海熔岩暗流瞬息万变，连间救援船进不来，见死不救，坏了跑海人的行规。调转船头，抛救生绳，恩怨归恩怨，人命归人命，但划清界限。邱万海欠我的账，我迟早要算，但跑海人不能见死不救。七叔返航。小帆，我们去哪儿？南海港早已被邱万海布下眼线，现在回去，这批货会直接被他劫走。我们改到省城。听说有人闯过活脊外围，捞了一网赤鳍金枪。苏船长，南渔港的价格压得太低，你来省城如何？我给你全省最高价。好，我们即刻驶向省城。邱万海封得住一座渔港，封不住整片火极海，更封不住我脚下的路。范哥，
你看那个溶洞。小帆，这不是3两尾货，是一整座赤焰龙虾巢穴。先把现有货送到省城交割，溶洞是下一站的目标，不急一时，我们返航。那里面全是宝贝，就这么放弃？先保证手里的货平安变现，贪多容易翻船。这只是开端，等交割完毕，我们再折返，拿下这座龙虾洞。舱内水温、溶氧全部达标，这批赤鳍金枪鱼、赤焰龙虾到省城依旧鲜活。咱们这下真的翻身了吧？哼，货没落地，钱没到手就不算赢。邱万海在南渔港一手遮天，可省城拼的是货品硬实力。你就是苏帆，货全在船上，鲜活出水。我们收的是顶级食材，就凭这艘老船，能运出什么好货？船就不代表货差，你连舱门都没看，凭什么妄下定断？顶级货源讲究渠道，这种来路不明的船，半路货死了，砸的是我们酒楼招牌，全程活水恒温。每1小时的水温、航行轨迹都有记录，有据可卡。先别谢，温总在忙，也没空看这些。我提前和温老板通过电话，南粤港邱总早就跟我打过招呼，你是被开除的，货源不稳。邱万海的手伸的也太长了，注意你的言辞。你可以拒收，但舱门必须打开，你亲眼看一眼货。居然真的全是活的，死的还能在水箱里游动？别乱摸，赤焰龙虾外壳脆，轻微磕碰都会减值。老方，我安排的货源你也敢阻拦？温总，我只是担心货源有风险。邱家那边说这个苏帆不太干净，那可是火极海特有的流斑，证明他真去过核心区。活水恒温管控的极好，鱼身虾壳完整，活力十足。苏船长，这批货不错。温老板，能不能接手？接。温总，邱家那边天阙海燕做生意只看品质，不看旁人脸色。他拿不出这种级别的货，就没资格教我生意。成熟赤鳍金枪鱼5条，总重1580余斤。赤鳍金枪鱼3000元一斤，赤焰龙虾8000元一斤。1斤8000，这价格简直不敢想。这种品相的赤焰龙虾，整个南方海域都少见，这不是普通货，是招牌。温老板，我有一个请求，我妈今天急需住院费，能否优先转账？没问题，尾款走公账。另外，我想和你签订独家优先供货协议。可以，只供活货，账目必须清晰透明。我就喜欢和你这样敞亮的人合作。苏先生，住院费用已全部补齐。妈，钱到了，你不用再为难了。孩子别太拼命，身体要紧。妈，我不是拼命，我是在把咱家的路走回来。从前我是求人接济，如今是靠自己双手挣活路。这条海路，我会稳稳走下去。这批火鸡海珍品，足以撑起今晚的招牌宴席。这赤鳍金枪鱼的品相够长脸。今晚这批货亮相后，天阙海宴上热门，邱万海也会把你盯得更紧。他要动，我躲不掉，那就只能往前走。邱万海从不会善罢甘休。范哥，邱万海在南渔港放话，说咱那批货来路不明，还说谁敢和我们合作，就是和他作对。这老东西心眼真窄，手段也阴毒。既然他想造势，那我们就顺势而为。今晚宴席改名火脊第一宴。邱万海以为关上一扇门我就活不下去，
他不知道，这一宴端上桌的不只是货，是我和他算账的开场锣。可我不怕，火鸡海里的赤焰龙虾洞还在等我，而秋万海连真正的大门在哪儿都找不到。这真的是龙虾，颜色像熔火一样。金枪鱼品相太顶级了。昨天我们还被追着打压，今天所有人都围着我们的货看。今晚这批货来自火脊核心海，活水恒温直送，所有货源出海备案，冷链记录齐全。天阙海宴只做合规活货。哼，温老板，话说得漂亮，可这货闻所未闻，难保不是噱头。一个被开除的船长突然拿出天价海货，谁能信服？出海备案、临时捕捞许可、船检修记录、全程温控记录全在这儿。从火鸡海出货到进天阙海宴后厨，每一段都有记录。活水舱温度、氧量、运输时间都对得上。记录可以作假，那就看货。活货的品相骗不了人。活虾壳内侧干净，肉质紧，虾腿完整，死洞冒充，壳色腿节腥味，全瞒不过老师傅。鲜力够，品相够，绝对是刚出水不久的顶级货。温老板，那2只赤焰龙虾我要1头。凭啥你先要？我今晚就是冲这个来的。我出双倍。给我留1只。今晚2只赤焰龙虾，1只做展示，想尝的按桌预定，不单卖。至于赤鳍金枪鱼，今晚只冻3条，剩下的走明天预定。温老板，下批货何时到？看海况。范哥，他们这是抢着买啊！小范，这回路算是走通了。天阙海盐今晚越火爆，秋万海的算计就会越多。温度、氧量、运输时间都跟现场货况对得上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秋万海的试探。他试探多少次，我都接得住。喂，苏先生，你母亲的肾源配型复核通过了。这只是第一步。妈的病要长期治，川盐号要修，兄弟们也要生计，我不能止步于此。今晚赤焰龙虾爆了，现在有30桌等着尝，下一批要至少20只活体。明天再次出海。川盐号刚跑1趟，发动机还没彻底检修。川盐号刚跑完长途，高温部件还未检修，所以今晚不回南归港，直接在省城补油买配件。秋万海封的是南归港，不是整片海。对呀，咱不回去，看他怎么赌。邱总，天阙海宴已经公开认了，苏帆是供货人。苏帆，一个我亲手赶下船的人，还敢在省州翻身？好，他既然要爬，我就把他爬上来的每一根绳挨个剪了。去查川盐号在哪儿补油，谁敢给苏峰供设备，就是跟我作对。再找人盯着天阙海宴，他不是说货干净吗？那我就让他第2批货干净不了。目标赤焰龙虾洞，出发。秋万海的威胁从未停止，想要站稳脚跟，必须找到更深层的宝库。小帆，昨晚那片红光区域就在前头。赤焰龙虾具强光，需等潮光消退，盐温降低才能捕捞。范哥，这是说不能开大灯？新循环泵耐受高温，但这批货交走，要是真成群，进仓前必须先控水温。船我守着，你们只管补。范哥，不会又遇上大家伙了吧？只是虾群，先放下试探笼。位置是不是偏了？船身震动会惊扰它们，普通饵料吸引不了活脊深海龙虾。阿娇，把昨晚捞到的燕京贝壳筏碎拿来。范哥，那不是顺手捡的空壳吗？用活宰本地燕京贝壳，它受热散发的气味是龙虾最熟悉的气息。来了，真来了！别猛拽，赤焰龙虾壳薄，撞坏了就废了。缓慢起龙，稳住船身。
太美了，像熔火宝石。别愣着，抓紧入仓。第一笼成熟熟赤焰龙虾18只，第二笼22只，第三笼36只，总计76只成熟赤焰龙虾，按市价远超上一批货。范哥，咱这不是抓龙虾，是往船上装宝石啊！成熟赤焰龙虾76只，全活按温老板给的价单，这一批比昨晚还吓人。邱万海要是看见，怕是睡不着了。没靠邱家1桶油1座水库，我们真的走出来了。苏帆，邱总让我们捎句话，你以为进了荣渊就赢了？他们还跟着？跟着倒是跟着，可只敢在水道外面打转。想抢货，让邱万潭亲自进火鸡海，我等他，只要他敢进，这片火鸡海就是他的坟。别理他们，把赤焰龙虾活着带出去。活水舱温度又升了。你手昨晚才被灼伤过。稳了。范哥，等咱有钱，一定换一艘新船。会有的。你是关中王啊！小帆，溶洞里还有东西。范哥，那是啥？小范，你看这纹，筋里头透黑铜，这不是龙虾自己长出来的，是被更大的东西刮下来。这是第三王的体表碎片，体型远超普通龙虾。卖了这一仓，补足设备，下一趟咱们回来把他请上船。76只赤焰龙虾全活，小帆，这批货保住了。帆哥，这哪像龙虾呀，像一仓会动的活宝石。漂亮归漂亮，没卖出去之前都是风险。是关中王。先送天阙海烟，这批货不能拖。76只，76只，成熟个体76只，小的全放了。你能在这种时候还放小货，说明你不是只想赚一把快钱。货看了，能收吗？不是能收，是必须收。温总，这品相太少见了，壳色完整，活力足，今晚推出，省城高端餐饮圈都得炸。赤焰龙虾按8500一斤收，这批货我全包。账走公账，货源记录和冷链记录都留档。另外先打100万，我妈的治疗不能断。10分钟内到。苏先生，费用已经补齐，后续可以安排换肾手术了。这一次不是求人借来的钱，是我从火海里一笼一笼捞回来的。家人们看好啊，这红的发亮的变异龙虾，见过没？这种颜色的海货，你们敢往嘴里送？谁让你们进后场的？温老板，我们是替消费者问一句，你说这是合法海货，有证明吗？这不是普通顾客，邱万海的手又伸过来了。让他们拍，今天正好把话说清楚。赤焰龙虾是我们按外形取的商业名，备案里属于活饵经济龙虾品类，捕捞海域在许可范围内，数量、重量、运输时间全有记录。想质疑可以，但别张嘴就造谣。谁知道这核验员是不是你们自己请的？这年头花钱买证，那不太……那就请专业人员来现场复核。手续齐全，货物状态正常，可以正常入库销售。原来是猫一带节奏啊！我看着就会，肯定挡着人财路。温老板，今晚赤焰龙虾还能定吗？现在该说说谁让你来的了。依法处理。苏帆，你现在不是缺买家，是缺货源。邱总，造谣那边没成，反倒让他们更火了。苏帆不是想靠川盐号翻身吗？就让他那艘破船出不了火鸡海。纹路对上了第三王的标记。小帆，真要找这东西？赤焰龙虾，只是我们能伸手够到的，这才是真正坐在火族海最深处的至宝。帆哥，那得多大的家伙？
去了就知道了。方哥，咱现在不愁卖了。备用泵过滤芯今天必须换，没有强龙恒温设备，根本抓不住大家伙。苏先生，不好了，省城配件店都被打招呼了。为啥？他们说货刚被人包走了，但我问了一圈，根本不是包走，是有人提前打了招呼。邱万海，他封不住火急海，就想封住我们的油、配件和维修路。这老东西真够阴的。没有备用泵，赤焰龙虾还能赌一赌，可那块壳片代表的东西，肯定比赤焰龙虾更难伺候。就是那个超级赤金黑铜大龙虾，名字喊得挺响，真遇上了别吓得腿软。赤焰熔渊，重龙沉底，想抓它，笼子要更重，水温要更稳。邱万海断配件，就是卡在我们命门上。需要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。邱万海打过招呼，有钱也没人敢卖。邱万海有点意思，南渔港他刚扫干净，转头就把手伸到了我门口，我倒要看看他这只手能伸多长。唐老，您船厂仓库里那批旧式高温船用设备还在吗？城东旧船厂，唐老愿意见你们。唐铁山，南渔港老一辈造船匠人。老七，你还没被海浪卷走呢，你这老铁匠还活着，我哪敢先走？昨天就有人来打听我和你来往，我猜是邱万海派来的。邱万海的手都伸到你这里来了，就是你要开川盐号进火急核心。年轻人，火急核心不是谁想进就能进。少废话，有没有能用的泵？这泵虽然旧，但耐烤，正适合火急海。范哥，这笼子也太大了，是抓龙虾还是抓牛啊？这是当年给集火科考船做的底笼，普通海货用不上。你们要找的东西恐怕不小吧？这纹路不像浅海东西，像不像传说里的赤焰龙虾王？传说不传说我不知道，但能长出这种壳的东西，普通笼子肯定装不住。设备我可以给你们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孙女在邱万海船队干冷库记录员，前几天被他们停职了，就因为他不肯改假账。你要是真能掀出邱万海的脏账，帮他讨个公道，设备钱先不收，邱万山欠的账，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。泵、钢闪、重龙全给你们，钱不急，回来再算。唐老，这可不是小数。我这把岁数，看人不看嘴。老七那条命我修过40年，敢把带子母鱼放回海的人，心是没坏透的。设备拿走，钱回来再说。稳了，像一口溶井。这回真遇上大家伙，也不至于一拽就断。等咱把那只超级赤金黑铜大龙虾拖上来，邱万海知道了，还不得气得吐血？越大的货背后越是险路，先活着回来，再说拖他上海。范哥，油不对，清柴油烧的是黄火，这玩意儿一点就发青，黑烟一坨，这是高硫油，高温柴油掺高磷，火急海高温下会直接烧毁发动机。对这油的人，不是断财路，是蓄意害命。邱万海想让我们葬身火海。邱万海真是一招接一招，查，这一次不光要换油，我还要取证。这要真开进火急核心，发动机半路一烧，咱们全得烤死在海上。邱万海不是单纯想断我的财路，这是想让川盐号有去无回。报案！报，但不能只报这1桶油。什么意思？这批油刚送来，送油单、车牌、时间都有。他们敢动手，肯定以为咱们急着出海，查不细。范哥，你要调他。阿娇，出去装作急着找油，把坏油桑起来，别动。七叔，你跟我去找唐老，船厂门口应该有监控。2桶油，谁手上有2桶油？川盐号今晚开船，差这2桶，出门就趴，别管贵不贵，
送来就给现钱。听说你们缺油，多少钱？比市场价低1成，现钱现货。好啥？油还没卖呢。我就是送油的，你们凭啥拦我？昨晚给川盐号送油的，是你吧？不是我。哼，那照片上推车进来的人是你孪生兄弟？你知不知道油里掺硫会害死人？别动手，把人和油样交给南海渔业联合监管局。别，我也是拿钱办事，是邱家的人让我送的。他们说只要让川盐号半路停火就行。海上停火和害命有啥区别？关中王来了。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。是邱家秘书联系我，给了钱，让我换油。证据有了。邱万海这次越线了，这份证据我会让律师备份。南海渔业联合监管局同步立案。他越线不是第一次，但这一回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海上的命不是他能拿来算计的。说不定这是想让人死在海上了。苏帆这回没动手，留证据比吵架管用。邱总，那人被苏帆抓了。废物！那咱们还要继续盯川盐好吗？盯，他不是要找第三王吗？火极海核心区哪是那么好回来的？船还能撑，但记住核心区暗流比外权凶，看见不对立刻撤。我懂。小帆，潮汐窗口快到了。上一次我们只摸到了他的钳子，这一次要把整只王带回来。帆哥，真能捞到那只超级吃惊黑瞳大龙虾吗？能不能捞到，去了才知道。但邱万海越怕我们去，那里就越有东西。小帆，声纳有异常回波。这还没到赤焰荣远呢。帆哥，他好像在等咱们。开探照灯。小帆，这回咱们怕是真碰上第三王了。跟上他，摸清路线，别惊他。嗯。要真是龙虾，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龙形子。小帆，这地方水流不正常，看着平，其实底下有旋。咋回事？右后方有拖拽流，顺半圈再切出去。水下有东西，但不是龙虾。燕京扇贝、复列岩、碧强光。先别急着找第三王，下小网看看这些是什么。这玩意儿也能卖钱？燕京扇贝，口感够好，省城高端餐厅抢着要。捞2筐样货就够。咱们这趟目标不是他。苏帆，邱总让我们带句话，把海图交出来，之前的事儿还能谈。还是那句话，邱万海想要图，让他自己来火急海拿。听他放屁！邱万海3番2次派人跟踪，不光是要图，恐怕还有别的目的。不止热流，表都跳红了，下面有东西在烧。是一龙，先摸火鸡核心的脾气。负荷太高，小帆拽不拽？不拽，他还没进去，是在试龙。他还会试？妈呀，那钳子比我整条腿还粗！断副绳，保竹篮。小帆，现在的笼子装不住他。第三王真的在赤焰荣轩。今天他给我们留了脸，记住这块咬痕。下回我用3倍粗的钢把他请上来。先撤，这才是船长该说的话。后面那2艘船动了，他们疯了，没有图还敢进？他们想抢第三王。后面船听着，前方有热流和拖拽流，立刻停船。少吓唬人，你能进去，我们也能进去。救命！舵机卡死了，船要撞岩墙了！又出事了，救吗？人命归人命，账归账。齐叔掉头，准备救生绳。
不凡，生意受力，咱船尾会被拽偏。阿娇，开副锚，蒋叔看好发动机温度。救出来了，录下来了吗？从他们冲进赤焰荣誉到现在求救，全录着。我救人不代表这事儿就算完，谁让你们跟的？我们就是路过。哼！你们强闯危险水域，差点出事故，再不说谁让你们跟的，我就把视频和录音交给南海渔业联合监管局。是邱万海让我们盯着你，看到你下龙就把位置传回去，能抢先下网奖金10万，还有定位轨迹也一起交。回去告诉邱万海，想抢我的货，让他自己来。范哥，咱就这么走了？现在的重龙装不住他，硬捞就是送船。对，今天能摸到他的边儿已经够了。出事了。邱万海派船跟踪，差点在赤焰荣渊出事故。证据我让律师备份。天阙海宴会公开声明，苏帆的货源合法，邱家任何造谣和恶意跟踪，我们都保留追究权。他都把手伸到我门口了，我还给他留脸。邱家不说苏帆货源不干净吗？咋还跟踪人家？跟踪不成还让人救了，丢不丢人？邱总，现在舆论对咱们不利。他不是想抓第三王吗？我就看他有没有命抓。这不是普通龙虾能装出来的，想装它得换双层龙，加液压锁门，活水舱也得改成独立大舱。最快多久？2天，材料设备都安排好了。妥。 2天后朝光第2落，修船、改龙、备舱，咱们再进赤焰荣渊。范哥，这笼子也太大了。普通笼子是关海货的，这个是锁怪物的，做了4道液压锁，别说龙虾，就是头牛也掀不开。少说怪物，海上最忌讳乱叫，静着点总没错。这次只许稳不许贪，能进笼就拽，不能进笼就撤。船在人就在，咱不是去赌命的。 咱是去活着把他带回来的。邱家跟踪船那边有了回话，他们承认受邱万海指使，但邱万海咬死不认，说是员工私下行为。又甩锅！天阙海盐明晚有富豪圈预展，我准备把赤鳍金枪鱼和赤焰龙虾正式推出。如果你能带回第3王，邱万海在南渔港就彻底被压住。我急，但不逼你们冒险。货再贵，也没人命贵。我们会活着回来。 有人举报川盐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暂时不能离港。又是邱万海，检查可以，按流程来。资料没问题，还要检查救生设备，全在这儿。你要是不放心，自己数。我家里也是做渔业的，这趟小心。 朝光第2落刚好开始，盐温在降，热流弱了，朝光真的退了，它会出来的更深也更久。来了！别急，下探龙，不下主龙。不止一只，有人在扫咱们的频道，又是邱万海的人。 主龙暂缓，先撤300米。朝光提前到了，按现在时间下龙。邱万还想听，那我就喂他一句假的。按我说的下龙，正好替我探探热流的边儿。这2道回波差的太多了。范哥，刚才那个龙须，不会还不是最大的吧？ 赤焰荣渊里，第3王不是孤货，大的那只还没真正露头。阿娇，记录主龙点位，往东300米，朝光口外沿。明白，东300米，朝光口外沿。外权信号动了，上钩了。别松懈，对方被假回波带偏，不代表咱们就安全。坏了，底下有热涌，网被卷走了，快收，快收！让他们抢，他们自己贪。别让他们死。七叔把东侧危险流的位置记下来。明白。 来了，不是那只大家伙，慢提半米，拽得住。不是第3王，是小1号的赤焰货，拽上来。这还叫小1号？
这放普通海鲜市场也能吓到一片人吧？轻点儿，这东西比赤焰龙虾更烈。这不是王，是手动的。赤焰先行，王府其后。只留着一只样货，其他小回波不动。这才40多斤都这么凶，120斤的那只得啥样啊？所以要等第3次潮光退去。小帆，他醒了，记住他的窝，今天不抓。他都出来了。他只是试探，不是出动。现在下主龙，等于跟他在岩缝里掰手腕，船扛不住。今天记位置，先撤。东南信号点消失了，守主龙，掉头返航。邱万海要是知道咱用假话骗走他们，自己还带回一只赤焰货，怕是得气吐血。他气不气不重要，咱们现在有第3王的样货，有窝点，还有下一次潮光时间。让温雨萍看看，活鸡海不只有赤焰龙虾，还有真正压桌面的金红假货。小帆，活水库温度又变了。小帆，这东西可能不是普通活货，这只赤焰样货恐怕会把整个省城都炸醒。温度没崩，可它在发光啊！老头子跑了大半辈子海，也没见过这种奇货。省城要醒了。这家伙真只有40多斤，46斤8两，可别看重量，他这个劲儿比80斤普通龙虾都猛。手动的都这样，怕是要用吊机伺候。杜燕图上的幅员图文和这片甲壳对上了，超级赤金黑铜大龙虾的线索就在赤焰荣渊。帆哥，线索真对上了，这就是第3王像货。不是王，是手动的。真正的大货还在下面。好东西如果按斤收亏了，它不能当普通食材卖，要做预展。这是什么龙虾？怎么这么大？这颜色太狠了，金里带黑铜，像铠甲一样。天阙海燕这回不是上新菜，是上怪物啊！我们是南渔党远洋协会的，有人举报你们展示的龙虾来路不明，可能存在安全风险。谁举报的？苏先生，你以前是邱家远洋的船长吧？又是邱万海。解释就在这里，捕捞许可、船载定位、冷链数据、入港检测，全都可以查。现场复查，货源记录完整，活体状态正常，没有违规捕捞证据。这只赤甲样货作为天阙海燕活脊系列预展主货，下一批赤焰货预定从现在开始登记。吴老板，下一批我要一只。啊，热起来了！越火邱万海越坐不住。邱总，协会那边没压住，反倒让苏峰更火了。他现在还没捞到真正的大货，等第3次潮光退去，我给他准备一份大订单。他接就得进最危险的核心区，不接天阙海燕这场热度就白烧，看他怎么选。 3天内我要一只100斤以上的超级赤金黑铜大龙虾，活体完整，不能断须断钱，交得出我出3000万，交不出天阙海燕赔我1个亿。潮光3退，第3次就在2天后。公司刚注册不到2个月，账面干净，但背后资金绕了几层，最后一笔钱指向南渔港邱家的关联账户。我就知道是邱万海，3000万买货，1个亿违约，这不是摆明了下套吗？小范，这单不能乱接。赤焰荣渊本来就凶，再让人卡着时间，你等于是往刀口上撞。你要拒绝，我能扛住。天阙海燕不缺这一个噱头。潮光3退只剩最后一次，错过就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了。邱万海想用这单逼我进核心区，可他不知道，我本来就要进去。那就不能按他们的合同签。第一，对方先付500万定金；第二，所有货源必须合法捕捞检测；第三方恶意干扰，合同自动暂停。交货地点改在天阙海燕，公开验货，全程录像。他们还真敢签！因为他们认定我回不来。佛脊风暴潮红色预警发布。别去了，再大的龙虾也没命重要。邱万海就是想逼你送死，你可别中计。又要出海，这趟有点远，但我会回来。孩子，妈不拦你，
钱可以慢慢赚，人要平安。大仓预冷完成，船我给你弄到最好了，剩下的就看你们的命和本事，少说命，多说本事。他真去了，红色狱警加赤焰荣轩，这次谁也救不了。范哥有船跟着，邱万海的人只敢看尾灯，让他跟，等过了岩峡，他们自然就退了。真正的火极海，他们没胆进。前面是风暴潮推出来的乱石区，走岩脊背后那条暗线。好，朝光正在退，热流弱了。第三退还有9分钟。范哥，这次下不下？王出荣渊，顺流锁门。七叔，船顺着热流走，不能顶流。阿娇，别急收。蒋叔，大仓预备。下主龙。小范，这回不是手动的，是正主。范哥这钳子比我腰还粗。别动，别动，等他进笼。顺流锁门，逆拽断缆，急了，龙虎船翻。苏凡热流在推咱们，船头要偏，顺他半个船身，别顶。水下流速突然变快，是倒溪流。苏凡再不顺流切出去，咱们连船带龙都得被拽进赤焰荣渊。那笼子咋办？笼子不能丢。七叔顺倒溪流滑30米，阿娇准备缓冲绳，蒋叔看发动机温度，左舵贴出去。还活着，船还活着。锁门。他要冲龙，阿娇压第3锁，蒋叔放缓冲绳。川哥，笼子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起龙，慢起。船尾吃水太重，船头往左15度，借侧浪拽一下。别断，千万别断。舱准备好了，吊臂低放，别让它摔。126斤，3000万订单货有了，先入仓，货活着才算赢。哼，你再凶也没用，进咱仓里就是帆哥的钱。少贫，锁仓。水温稳，氧量稳，活力太足了。小帆，真让你拽上来了，是咱们川岩号拽上来的。苏帆，你们已进入危险红色预警区，立刻停船接受检查。又是邱万海的人。小方，风暴要压过来了，不能跟他们耗。不用管他们，返航。小帆，大舱压力在升。他不会要把舱顶开吧？蒋叔降半度，阿娇把备用压舱链扣上。七叔，船速压稳，别让浪晃舱。天亮前必须把他活着送到天阙海印。川岩号立刻停船接受临时检查。刚才不敢进，现在想半路摘桃子。这里是川岩号，我们有备案，捕捞记录。定位和全程视频正常检查，请到省政外港公开查验。强行靠船导致活体受损，损失由拦截方承担。这回轮到他们看咱们尾灯了。还没到天鞘海晏，别松劲儿。天亮前必须把他活着送进城。要想活着送到天阙海营，邱万海一定不会让这一路太平。苏帆，听说你捞到第3王了，别是拿一只失活货品来糊弄合同吧？
是不是失火货品？开仓就知道。水温、氧量、压力，全程记录都在。记录做得再好，货不行也没用。邱万海，今天你最好看清楚，你设的这个局到底困住了我，还是把我送上桌面？开仓。 126斤，活的，活体状态各完整，须前尾部无明显损伤，符合验收标准。这哪里是龙虾，这是镇馆的东西。现在可以验货付款了。超级赤金黑铜大龙虾活体验收成功，3000万货款按合同支付。稳重点儿，别像没见过钱。七叔，我是真没见过啊！我不是来炫富的，欠下的路我要一步一步铺回来。先把川盐号买下来。这艘船陪我们闯过太多，买发公司的资金关联我们已经提交核验，跟踪、掺流柴油、造谣举报也会一并提交。你什么意思？货我交了，接下来该算你的账了。苏帆，别以为捞到一只大龙虾就能掀翻我！不是一只，活计海里还有更多。小帆，你快来看！小帆，这纹路不是普通花纹，它像是一条路。对上了。帆哥，这图又变了。这不是普通海域，第三王不是终点，下一道门在更深的海里。帆哥，三王都这么吓人了，海皇得多大？先别想海皇，眼前这只活着进城，邱万海都已经坐不住了。海皇的事儿以后再说，今天先把邱万海这笔账算清楚。苏帆，你真以为拿到钱就赢了？你以前是邱家远洋的船长，火鸡海线索和货源属于公司资产，航线客户也属于邱家，这只超级赤金黑铜大龙虾也归邱家。你要不要脸？你吞帆哥第一网的时候，可没说货是他的。我们已经准备起诉苏帆，理由是侵占公司商业资源。邱万海，你说火鸡海是邱家的，那你说说火鸡海在哪儿？这是川盐号的临时租用协议，这是出海备案，这是捕捞许可，这是杜彦图的家属证明，还有我外公苏望川的旧册档案。火鸡海是我外公留下的线索，跟邱家没有半点关系。你说我擅自改行，害公司损失，那这段录音呢？找不到大货就扣全船奖金。南徐港远洋那趟是公司要求进活脊外围，小帆提醒过风险，是你们催着捞。是邱家的人让我送的，谁知道是不是变异东西？哼，这些都是你们捡急的。邱万海先生，我们接到多方材料举报，请你配合调查。邱总，你不是说要讲合同、讲证据吗？现在证据来了。苏帆，你别太绝！我绝！我妈躺医院等着换肾的时候，你吞了我妈的救命钱。今天不是我绝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咱真把邱家掀了，这口气憋得直。邱万海倒下，只是开始。冷库不开，这船货要压坏了。苏静兰的手术很成功，妈，再也没人能拿你的命，逼我低头了。孩子路走正，妈就放心。苏帆，以前叔不敢帮你，你别记仇。苏帆，咱们都是南峪口人，给条路吧。他们当初可没给咱路。名单分开，跟着邱万海采我的不收，莫落井下石的按市场价收，普通船工的货优先安排。这才像话，账要算，饭也得让老实人吃。你要回南峪港？我要在那里建自己的冷链。邱万海说，南峪港没人敢让我上船，那我就让南峪港所有船都排队，等我收货。天阙海燕宣布与苏帆成立活脊三王远洋冷院，第一批合作船只收合规捕捞、账目清楚的货。苏帆，叔那时候不是不想帮你，是真怕一家子没饭吃。赵叔，你没踩我，也没帮别人害我，货按市场价收，账当天结。好啊。苏老板，咱们都是南港口人，以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大人有大量。当初帆哥被封杀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替人做假证，抢过我船路的人也不收，要只是害怕不敢出声的，按规矩排队，普通船工、小船户优先。邱家冷库被查封，邱家远洋也被迫整改，欠下船工的工资和货款
一笔一笔往外清。唐铁山的孙女也恢复了清白。南竿港终于不是邱家一个人说了算。有烫伤没有？没有，现在有车有船有人帮我，不用再硬扛了。你外公要是知道你把杜彦图走成正路，也能安心了。妈，我要把南港的冷链做起来，让以后跑海的人不用再被一个冷库卡脖子。这才是正事。家里的路稳住了，南港的饭碗也该稳住。别毛躁，海上不听话，浪会替我收拾你。价格货量检测，全按公开合同走。苏帆，我想找份活儿。哼，你还有脸来？曾经，他一句话就能让我没船上，没钱救妈。冷库搬货，计将算钱，干得了就留下。我干。哎，你这算放过他？不是放过，是让他也尝尝靠自己双手吃饭的滋味。海皇火源还在那里。帆哥，咱还去吗？去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先把南竿港这碗饭端稳。当初邱万海说，南渔港没人敢让我上船，如今整个南渔港的船都等着我收获。这片海终于不再是谁一个人的，它属于敢下海、守规矩、靠本事吃饭的人。